皇帝从江南带回美人，扬言要立她为后。我坚决不同意。母后，为什么？朕和她很有夫妻相。你还好意思说，把老娘藏老远的私生女都给翻出来喽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皇帝微服私访后，带回了个女子。那女子如传闻一般，生得妖艳异常，细长的杨柳眉，微粉的口脂，看着出淤泥而不染，其实都精心雕饰过。侍女秋玲都看入迷了，这活脱脱像一个人。母后，儿臣要娶双儿为后，不然……皇帝看了看陈双，不然我就不做皇帝了。他怒了，我乐了。你爱做不做，你微服私访半年，有你没你都一样。你要不过来，都没人知道你回来了。皇帝低下头，委屈巴巴，我都回来小半个月了，上朝都没人叫我。陈双握拳轻咳，皇帝回到正题。母后，你为什么不同意呀？你看我和双儿多有夫妻相。秋玲低声道，娘娘，这俩确实长得有点像。这不废话吗？同母异父的亲兄妹，不像才奇怪了。皇帝求我，母后，你看双儿和您也有几分相似，这不正是缘分吗？好了，大孝子，为娘求你别说了，再说就暴露了。我让皇帝先把人交给我学规矩。皇帝一走，陈双扑到我怀里，娘，我可算见到你了。陈双不是别人，是我养在江南的私生女。秋玲恍然大悟，我说陈姑娘狐狸精这死出，怎么跟娘娘当年一模一样？陈双笑盈盈道，我当然是得了我娘的真传啊。从陈双出生那年起，我每年都会下江南，陪着陈双小住数月。陈双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们母女感情特别好。她和我年轻时，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双双，你来皇宫干嘛？陈双拿出几本书来，自信地拍在桌上，找爹。我逐个看去。妖后王爷风月无边，贫僧与妖后二三事，妖后裙下无闲尘。秋玲捂嘴，天哪，这可都是禁书，而且都是我禁的，因为这里的妖后指的就是我。我气得闭眼，双手握拳，口中默念，这是我亲生的，这是我亲生的。陈双拿起这几本书，依次给我介绍。第一本讲的是娘和摄政王的故事。皇帝病榻前，皇后和摄政王缠绵悱恻，气得老皇帝一命呜呼。我的沉默震耳欲聋，我有这么狂野吗？第二本讲的是娘和国师的故事。在宫中千佛殿内，皇后引诱清冷佛子破戒，从此她在难入定。陈双爱不释手道，顺便说下，这本非常火，我在黑市才买到的。这是我这个变态都想不出的变态剧情。第三本讲的是娘和首辅的故事。昔日竹马成为当朝首辅后，他深夜闯入太后宫中，对她软硬兼施。陈双评价道，这本是后起之秀，目前也挺火的。他问我，娘，这几个谁是我爹？我很尴尬，这个为娘我也不清楚。陈双脸色诡异起来，娘，你说宫里是吃人的地方，合着是你吃人的地方，是吧？我把陈双赶走了，没收了他的3本禁书。嘿嘿，我晚上藏在被窝看，还是第一次看自己为主角的禁书。我先打开了《贫僧与妖后二三事》，书里写的故事情节乍看还行，但和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。首先，我和国师谢怀济是他主动扑倒我的。当年谢怀济在宫中小住修行，他身似谪仙，眉目如画，气质清冷，引得无数人折腰。不过他不问世事，连我是谁都不知道。直到千佛殿那夜，他被人下了药，正好遇见了我。一夜荒唐过后，他拾起散落的衣衫，将如雪僧袍拢在我身上。他要为我还俗，还要娶我。我先婉拒了，说日后再娶吧。因为他生得过于好了，我和他纠缠过几回，只说自己是皇后宫中的侍女。直到他知道我就是皇后，再也不肯见我，后来就回了天童寺。而书里写的谢怀济对我魂牵梦绕，欲罢不能，这简直是太爽了。我又打开了《妖后王爷风月无边》，这本书基本情节是对的，就是尺度比实际大多了。我和摄政王萧池曾在先皇病榻前共同守夜，他在等他皇兄死，死了他当摄政王；我在等我丈夫死，
死了我当太后。他问我当太后以后想干什么，我掰起手指，想养10来个面首。你呢？当了摄政王，有什么安排吗？萧池啧啧道：怎么，想让我给你当面首？正逢先帝回光返照，听见这句，气绝身亡。我最后看的是《妖后群下无贤臣》，这一本的作者明显就比前2本的水平要高，文风细腻，娓娓道来，代入感极强。本朝最年轻的首辅大人周汝臣，在本书中是个绝世恋爱脑。他10年寒窗，步步为营，最终走上高位。身居首辅的那日，竹马终于能拿捏小青梅了。但实际上，那夜风雪交加，周汝臣闯进我宫中，他没有软硬兼施，只是对我说：太后娘娘，您不能看臣一眼吗？当然，现在周汝臣已经是我的人了。我想好让谁给陈双当爹了。陈双被摄政王萧池逮住了，听说萧池眼前一亮，这姑娘长得和他心上人一模一样，他要把陈双绑回去当替身。我是狂奔过去的。萧池，你马上给我放开他！萧池凤眸微眯，怎么，太后娘娘还想管我？你不是说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吗？陈双颇为激动，原来你就是摄政王萧池啊！萧池挑眉，看到没有，本王颇受小姑娘欢迎，追我的姑娘从这里排到城门。可以给我讲讲你和太后在病榻前的那段吗？我和萧池同时陷入沉默，瞪了瞪陈双。小姑娘家家，别瞎打听事。陈双偏过头去，不说算了，反正我更喜欢首辅大人。萧池拽起陈双的耳朵，气得咬牙切齿，你以为你是太后，想喜欢谁就喜欢谁？萧池要把陈双抓回去，我拦着不许他走。裴鸾，凭什么？除非你说你心里有我。都是姓周的，他恶意勾引你，你才会和我分手的。我早就和萧池断了，因为他太粘人，而且太张扬。有段时间，他天天在朝堂上和首辅大人吵架，直到周汝臣在下朝时拦住了他。王爷，您不要再针对微臣了。要知道您欺负我多久，回去太后娘娘就要哄我多久。萧池当时差点气到吐血。萧池还压着陈双，等我的回复。我沉了沉气，指着陈双道：因为她是你的女儿。萧池脸色僵住，嘴张得大大的。我帮他把下巴合上了。他万万没想到，故事是这样展开的。陈双也很上道：爹，您还需要我当娘的替身吗？萧池仔细打量起陈双，眼神越来越温柔。难怪你和你娘生得这么像，你是我和阿鸾的女儿。我上前拉住萧池，注意保密。萧池竖起手指来，嘘，我知道。我从萧池那里就下了陈双。陈双问我，所以萧池到底是不是我爹？他觉得你是，你就是呗。出门在外，爹多了好办事。陈双嫌弃地看我，如果一个人连爹都是假的，那你说什么是真的？我喟然长叹，看来陈双这次进宫，我必须得给他找个爹才能交差。晚上我会带你去见你爹。暮色四合之际，我带陈双去我寝殿，见当朝首辅周汝臣。周汝臣一袭白袍，半束着长发，侧倚在床架上，端地是风流旖旎之态。他还用白缎蒙了眼，嘴角噙着淡淡的笑意。阿鸾，我等你好久了，我在女儿面前社死了。陈双沉默半晌，我现在算是知道萧池为什么说他恶意勾引了。陈双转头就走，我个人认为我爹不是他。我拉着他，不，他就是。周汝臣错愕地扯下缎带，整张脸到耳垂，红得要滴出血来。他从床上拾起外衫，飞快拢在身上，用青玉簪随手挽起发髻，才站了起来。阿鸾，你回来了。这位小姑娘是？周汝臣笑意温和，端方君子。首辅大人是有些姿色在身上的。我对周汝臣说，她是陈双，是我和你的女儿。陈双对周汝臣略为改观，他低头乖乖道：爹爹好。周汝臣眸光微正，他开口问道：双双，是吗？你多大了？陈双道：刚过及笄里。周汝臣目光含笑，唇角微弯，温柔的恰如其分。他缓缓道：很好，爹爹改日给你补份礼物。你先出去吧，我和你娘有话要说。
陈双使礼地告退了。周汝辰双手抱在胸前，他挑起眉看我，人都气笑了。裴鸾，你知道15年前我在哪吗？我还在翰林院闭馆修书。我走过去讨好他，他想找爹嘛，后爹也是爹呀。周汝辰颇为无语，他毫不客气地将我揽进怀里，将脸贴在我脸上，语气带着几分幽怨。萧池天天针对我，你让我给他养孩子。我被他箍在怀里，只得侧过脸去看他。你又没吃亏，孩子不是你的，但孩子他娘是你的呀。周汝辰沉默半晌，叹了口气，算是认了这女儿。他将我转到正面，语气颇为嗔怪，阿鸾，下次不许带人进来，我好歹是当朝首辅，被人传出去可怎么好？啊，这周汝辰的名声早就被萧池到处祸害完了。历朝历代前朝争斗都是常见的，但像摄政王这般数年如一日宣传首辅大人是狐狸精，堪称史上第一奇闻。皇帝难得起个大早跑去上朝了，他就提一个议题，他要立陈双为后。以摄政王为首的武将们表示反对，以周首辅为首的文官们也要反对。皇帝找到陈双，哭哭啼啼道：双儿，我无能，不能让你当上我的皇后。周汝辰和我躲在暗处偷听八卦。陈双对笨蛋皇兄深表同情。陛下，不是你无能，是太后太能了。皇帝恍然大悟，所以你是说母后让皇叔和汝辰叔叔和我作对的？陈双沉默半晌，抿了抿唇，你人还怪有礼貌的。皇帝见达不到目的，他又开始摆烂，不上朝了。无人理睬。没几天，他说他失恋了，要遁入空门。母后，儿臣要皈依佛门，不做天子，做个佛子。我看你是个彪子。皇帝真跑去了天童寺出家。天童寺的住持派人来通知我的。我从未踏足天童寺，因为不敢见谢怀济。我本想抓完皇帝就走，偏偏暴雨如注，山路塌陷。我和陈双夜宿天童寺。这院内是四合院的格局。陈双站在檐下观雨，他突然转过身来，同我说道：娘，你过来看，对面的僧人生得可谓天人之姿。我手指微滞，慢慢走到窗前，往对面望去。对面檐下那位白衣僧人，身如修竹，眉眼清冷，见之望尘。还真是谢怀济，10余年未见，他的容貌居然没什么变化，真是个妖孽。娘，听说当年的国师仙姿玉容，你说和这位比，谁更好看呢？谢怀济眸光流转，他应当是看见了我，转身进了屋子，性子一点没改，怎么也该过来问问我过得好不好。都说一夜夫妻百日，我和他都多少夜了，真是个无情的和尚。他就是国师谢怀济，一个让你娘也想要倒贴的男人。陈双发出惊讶的低呼：哇，那他是我最喜欢的男主，不过他怎么对娘如此冷漠？我把玩着手里的杯子，沉默半晌，才说了句话：他是清冷佛子，我是深宫妖后，他没做法把我灭了，就不错了。陈双凑过来，那你给我讲讲，妖后是如何拿下佛子的？我这妖后的名声，是从我当皇后那时候开始的。我15岁进宫，就像陈双这般年纪，一进宫就封为贵妃。先帝1年半月让我侍寝，直到我有了身孕，生下了后宫唯一的皇子。先帝快50岁的人了，那剑锋都咳嗽的身体，还能临幸妃嫔，甚至老来得子，实在是引人遐思。我就被天下人传成了身怀绝技的妖后。后来先帝身体欠佳，谢怀济入宫修行，为先帝祈福续命。千佛殿内，谢怀济衣衫凌乱，他将外袍披在我身上。你是谁？我既已破戒，便会还俗，不会平白轻薄你。我定定地看向他，绝不能告诉他我是那个妖后。陈双侧过头来看我，所以你骗了他？是的，我骗他了，我说我是皇后侍女。我还骗他，等我过几年离宫，便会嫁给他。后来他在给先帝讲经的时候，才发现我就是皇后娘娘。众目睽睽之下，素来清冷持重的怀济国师蓦地停了讲经声，顿时陷入寂静。数百人茫然抬手看向谢怀济，他握着那卷佛经，指尖微微泛白。自那以后，谢怀济决绝离宫，我就没见过他了。陈双摊了摊手，大失所望。
娘，你这个故事太无情了，回我谢怀济。你少对大人直呼其名，而且少看禁书，脑子都看坏了。雨总是会停的。我带着皇帝准备回去了，却发现陈双不见了。陈双对我的故事不满意，他不死心地去问谢怀济当年为何离宫。谢怀济坐在书案前，停下手里的笔，抬眸看向我。太后娘娘，迟到今天，终于想起问我了，是吗？我连忙扯过陈双，才回他道：你误会了，我不想问你。15年过去了，谁还在乎露水情缘呢？谢怀济注视着我，一字一句道：裴鸾，你只是喜欢我的皮囊而已，你就当我是吧，总之你也没吃亏。谢怀济手上过于用力，生生将那支笔折断在书案上，手指间涌出细密的血珠。你怎么知道我没吃亏？我早已还俗，却客居天童寺15年，你难道不知道我在等什么吗？撞上那双清冷的眸子，我目光错愕道：你在等我？可你从未找过我。谢怀济敛下眼睫，笑意愈发薄凉。我找过，我离宫不过3月，你就和萧池走到一起了。陈双默默靠过来，你3个月的空窗期都没有吗？我默默靠过去，你不懂，有些事3个月都等不了。陈双闻言脸色扭曲，站得离我远了点。我就知道他又想歪了。你和萧池分手以后，看上了周汝辰，也没想起过我。裴鸾，你占了我的清白，对我始乱终弃，你还说我没有吃亏。谢怀济性子冷淡，很少说这么长的话。他仍用力握着那段笔，指尖微微泛白，等我给他个说法。我看了眼陈双，淡淡说道：那就算我对不住你，我早该告诉你我是皇后，不该贪图那点欢愉。但过去多年了，你还要追究吗？谢怀济沉默半晌，他闭了闭眼，压抑着难言的情绪。我于娘娘不过是那点欢愉。是，从前是你，后来是萧池，如今是周汝辰。我放完狠话，赶紧拉着陈双走了。陈双一边被我拽得往前走，一边回头去看谢怀济。娘，他说他在天童寺等了你15年，那是不是15年前你们还在一起？陈双探究地看向我。娘，15年前你到底和谁生的我？我自己和自己生的，行了吧？你赶紧跟我走。皇帝靠在马车边上，乖乖等着我们。他看见陈双，眼睛就亮了。我看见他就来气，都怪他把陈双给带回来，惹出这许多事来。我登上马车，对陈双道：你赶紧给我回江南。皇帝抬起头来：不行，我要娶双。我沉默了。这都什么事啊？还能更荒谬点吗？我指了指皇帝：你给我滚远点，滚到后面的马车上去。陈双乖巧地坐在我对面，在我愤怒的目光下，他欲言又止，最后谨慎地开了口：娘，是哥哥，他对我一见钟情，我可什么都没干啊。我将信将疑，你没撺掇他把你带到宫里来？陈双脸色绯红，双手捂脸，低下了头。他语气悲痛道：我也是没办法，他在外面就要娶了我。我一时语塞，只能摸了摸陈双的头，孩子真是受委屈了。陈双眼巴巴地看我：赶紧让我认祖归宗吧，不然我害怕哥哪天给我来个强娶豪夺，我直接从这世上消失了。是时候让陈双有个名义上的父亲了。我准备让陈双进周家的族谱，就当是周汝辰养在外面的孩子认祖归宗。摄政王萧池听到了风声，他不同意陈双认贼作父。本王的女儿怎么能管那个狐狸精叫爹？周汝辰听说了，特意让人传话给萧池，你叫也行，我就当认个孙女。萧池气得跳脚，找到我面前要个说法。萧池，双双是我的女儿，我生她养她，我让她跟周汝辰姓，日后我才能常看到她。若是跟你姓，难道我要去你府上看她吗？萧池神色紧张，抬眸看我，为何不行？我的府门，你想进就进。周汝辰自室内踱步而出。当然不行，你的算盘打得我都听见了。萧池看向周汝辰，冷哼一声：周大人是不行吗？怎么女儿也要抢我的？周汝辰是读书人，与人针锋相对，从不落下风。王爷倒是很行，可自己的孩子没一个能相认。萧池脸色一滞，他被人说到痛处，顿时脸色难看，神情复杂。
阿鸾，我不肯让步。对峙良久后，萧池垂下眼，轻声道：罢了，我不同你争。萧池把陈双叫来，很认真地和他交代。他试图让陈双理解，他才是他的生身父亲，而周汝辰只是我暂时的男人。陈双点头，我明白了，你是亲爹，他是后爹。萧池深感欣慰，你要劝劝你娘，早日回到我身边。当时我和周汝辰就站在旁边。萧池对着陈双疯狂使眼色，大有让他替父报仇的意思。陈双神色讪讪道：爹，我会努力的。周汝辰被萧池惹得烦了，他走到陈双面前，将他和萧池隔开了。我倒觉得王爷该以身作则，好好管教约束陛下，别总来纠缠我家双双。萧池一时语滞，拂袖而去。过几天，萧池把皇帝带到练兵场了，和士兵们同吃同住，吃了好大的苦头。皇帝向来被娇惯的厉害，在军中气得大骂萧池他娘，被人给萧池打小报告。听说萧池连饭都不吃了，亲自骑马去揍他。我娘就是你奶奶，你可真是大孝子。皇帝被揍得满营帐乱跑，期间还大喊弑君，气得萧池下手更重了。皇帝写信给我求救，母后，皇叔要杀我，速来救驾，算朕求你了。周汝辰看向我手里的信，嘴角勾起愉悦的弧度。还好，你让我养的是女儿。我也很无奈。当初先皇猝然崩逝，萧池要忙于朝政，又要接手军中，而我身孕出险，匆忙离宫去了江南。皇帝自幼便少了长辈管教，以至于性格顽劣，属实是个不成器的。周汝辰折起那信，让萧池去烦恼吧。他将陈双的玉蝶摆了上来，诸事何宜，只是双双的大名，你想好了吗？陈双这名字只是我随便起的，如今要做周汝辰如此清贵世家的子女，确实是不够用了。我盯着玉蝶上的生辰八字，说道：想好了，周双怀。我蘸着茶水，在桌上写了个怀字。阿鸾，这个怀字倒像是男子的名字。周汝辰用手抹了那字，将它换成同音的怀字。周双怀。几日后，周汝辰带陈双去天童寺祈福。周汝辰问我去不去，我拒绝了。我毕竟是太后，往日里带着陈双是以侍女的名义，如今她是周汝辰的女儿，我要躲得远远才行。天童寺可不是好地方。不过周汝辰是稳重的人，我让他看顾好陈双，以免生出事端来。但怕什么来什么，还是出事了。萧池被皇帝吵得头疼，偏偏也去了天童寺。他正巧遇到了陈双，和周汝辰又开始呛声。我萧池的女儿用这个怀字不好，书卷气太重。周汝辰说，那时寺内的怀济大师正抱着佛经从廊下经过，他蓦地停了下来。谢怀济犹豫片刻，他向周汝辰要了陈双的生辰八字，他看了许久才还了回来。谢怀济转身欲走，却被萧池拦住了。当年先帝病重，我便寻国师而不得，如今倒是见到了。先帝初时疾病发作，有人曾说若是国师大人在，还有可能治好，但萧池怎么也找不到谢怀济的下落。谢怀济听了萧池的话，目光变得阴寒，他突然伸出手来，狠狠推开了萧池。周汝辰握着我的手，自言自语道：你说能让谢怀济失态到动手，萧池是哪里得罪了他？我没去接他的话。周汝辰稍作沉思，在我掌心画圈。我于翰林院修书时，曾听闻国师在为先帝讲经时，只是见到阿鸾一面，便骤然停下了梵音。坊间更是由此生出许多版本来。今日我见谢怀济要陈双的生辰八字，我竟然以为……周汝辰盯着我的眼睛，似乎想看出端倪来。首辅大人是在审我吗？陈双的生辰八字，萧池早就对过了，严丝合缝，确实是他的女儿。周汝辰并不信我，生辰八字而已，也可以造假。但他给了我承诺，阿鸾，我不敢审你。无论如何，自今日起，双双便是我们的女儿。我转身揽住他的腰，心头生出欢喜。周汝辰从衣袖里取出半枝梅花来，放到我的桌案上。谢怀济走后，萧池听说陛下在闹脾气，也就匆忙走了。我去天童寺山后，给阿鸾折了梅花。周汝辰自幼便是如此，出门总会给我捎回东西。
若不是我被先帝召入后宫，我大抵是会嫁给他的。与周汝臣做寻常夫妻，应当是极好的事情。周汝臣问我要不要去看看皇帝。皇帝如今被关在摄政王府上，陈双要去看热闹，就直接跟着萧池回去了。想来皇帝被他管教越狱了，我也该去看看了。就让萧池扮黑脸，我扮白脸，如此甚好。没想到到了摄政王府上，萧池却病倒了。皇帝说萧池只是在训他，突然就晕倒了，昏迷不醒。我让人把皇帝带下去，严加看管起来。周汝臣则派人快马去请太医。萧池向来身体强健，这病来的属实蹊跷。数十个太医逐个看诊下来，面面相觑，似乎不敢开口。周汝臣用手扶住了我，让他们放心大胆地说。有位老太医站出来，他说萧池的病症和15年前先帝的病症颇为相似。先帝的病症有多凶险，我是知道的。萧池可千万不能死。我将手指攥进掌心，扎得掌心生疼。周汝臣眸光闪动，面色冷沉了几分。他向萧池的亲卫吩咐道：“那去天童寺请谢怀济，务必要请过来。这便是不肯来，也要把他绑过来了。”陈双从外面跑进来，扶着门道：“谢怀济就在门口。谢怀济就在门口。天下哪有这样巧的事？萧池从天童寺回来就病倒了。这病只有谢怀济能治，而他等在了门口。恐怕这不是什么病症。”我明明看着萧池的脸，脑海里浮现的却是当年先帝的病容。谢怀济走了进来，依旧是身无长物，不染尘埃。周汝臣挥手让众人退下，他扶着失魂落魄的我坐下，才冷冷看向谢怀济。就算萧池白天多有得罪，也不至于命丧黄泉。谢怀济只看向我，淡淡说道：“我若要他死，他早就死了。我只是想确认件事。”我知道谢怀济想确认陈双是不是他的女儿。他兀自走到萧池面前，查看他的身体状态，又开口同我闲聊。裴鸾，我此生唯一嫉恨的人便是萧池。他算不得好人，但命却实在太好。谢怀济从怀里取出药来，往萧池口里灌进去，又用手轻抬起下巴，让萧池吞咽了下去。做完了这些事，他才回过身来，定定地望向了我。可我命不好，即便我背弃修行，做了所有能做的，等我回来时，所爱已经弃我而去。我久久怔住了。曾有人问过谢怀济为何还俗入世，他说他定力不足，已破戒。我以为是色戒，原来不只是色戒，原来还有杀戒。谢怀济指了指萧池，1个时辰之内，只需一盏至亲之血，他便会醒来，一切如常。萧池的父母兄长已去，他的血脉至亲只有子女。周汝臣没敢动作，而是将眼神投向我。谢怀济走到我面前，手指轻敲桌面。阿鸾，陈双是他的女儿吗？生辰八字你可以往后推几个月，但是生死攸关，你不能冒险。我将头埋得很低，不肯发出任何声音。谢怀济面对我的沉默，更加确信了自己的猜测。阿鸾，当年我知道你是皇后，我几乎再也不能安寝。我私自离宫，既是逃避为先帝治病，也是怕牵连到你。我不知道你委身萧池是因为我们的孩子。我抬起头来，谢怀济正好向我伸出手。我能治好他，只要你让我带双双回江南，我会守在那里等你。周汝臣闻言一怔，他转过身去，将选择留给了我。我错愕地看向谢怀济，他知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？难道是要给我当外室吗？谢怀济眼睫微动，他静静注视着我，眸光愈发坚定，弯了弯唇角。原来和书上写的差不多，这皎皎如明月的人，真的被我拉下神坛了。可惜已是时过境迁。谢怀济，这些年我从未问过你为何离宫，你也从未问过我为何跟了萧池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谢怀济手指微滞。什么？我站起来，意味着我和你有缘无分。我走到萧池身边，定定地说道：谢怀济，你不必去江南守着我，因为陈双真的是萧池的女儿。谢怀济不可思议地看向我，如玉的面容有了细微的碎痕。谢怀济，你想验证，那就验证吧。
陈双就在萧池府上，我下定了决心，我要去取血。过了半炷香的时间，我就带着陈双回来了。陈双脸色发白，手上裹着纱布，跟在我身后。我将手里的那盏鲜血往萧池口中喂去。谢怀季本想拦我，但又收回了手。阿鸾，他若不醒，我还有法子。你不必担心，我不会让他死。我谢绝他的好意，萧池一定会醒的。周汝辰目光扫过陈双的手，关切地问他疼不疼。陈双抿紧嘴唇，委屈极了。谢怀季上前查看陈双的伤口，他轻轻揭开纱布，陈双的掌心是半指深的伤口，划过整个手掌，是我刚才用匕首划的。萧池悠悠转醒，他睁眼便看到我，轻声唤我阿鸾。谢怀季听见萧池的声音，脸色骤然惨白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双双，真的是他的女儿。我去给萧池倒水，顺便看向谢怀季，不过是场误会。谢怀季，你走吧。谢怀季渐渐站不住了，他双手撑在桌沿，无力地垂着头，胸腔里发出寒意渗人的笑。误会？那我毒杀先帝不是误会，处死我吧。萧池刚醒过来，乍然听闻此事，他猛地咳嗽起来。他是真不想放过杀害先帝的凶手。萧池和先帝一母同胞，兄弟感情亲密。我给周汝辰递眼色，他亲自将谢怀季请了出去。萧池伏在床上，问我为何要放人走。我站了起来，看向萧池，声音渐渐冷了。萧池，你忘了先帝是怎么死的？我们做过的事也不比他好多少，还翻什么旧账？世上事并非空穴来风。先帝缠绵病榻之时，我和萧池确实有过几回。寝殿萦绕着苦涩的药味，工人又用极重的沉香去遮盖这药味，两香重叠下来，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。萧池坐在桌边，百无聊赖，偶尔会看看我。我趁机对上他的眼神，王爷很无聊。萧池从来不和我闲话，此刻也只是正了正神色。我施施然走过去，停在他面前，弯下了腰。我知道是你。萧池愕然，什么？我贴在他的耳侧低语，那半个月都是你。他失手打翻了杯子。我蹲下身去，用手帕包起碎片，抬眸看向萧池，现在是不是不无聊了？萧池眼神倏地晦暗起来。也是从那时起，我就和萧池在一起了。陈双还在屋子里站着，他面色呆滞，嘴唇微张。真实的宫廷秘闻可比书上写的刺激多了。萧池被我说的气势弱了下来。阿鸾，孩子还在这里。我见他气色如常，甚至还能屈能伸，便知道谢怀季没有骗我。萧池是真没事了。周汝辰从外面走进来，应当是送走了谢怀季。我也要和他回去了，顺便把皇帝也带回宫。陈双今日累了一天，便留在萧池府上歇息了。马车内，皇帝嘴里塞满布团，哭得眼睛都红了。周汝辰伸手取下他嘴里的布团，皇帝立刻开始了抗议。汝辰叔叔，母后要杀我。他比皇叔还可怕，拿着刀就进来了。皇帝伸出胳膊来，小臂上赫然是新划的刀伤。周汝辰安抚皇帝，皱眉啧啧道：“那我回去参他一本。”皇帝用余光瞟我，语气些许不满道：“只是参他吗？不能把他打入冷宫吗？”我看他一眼，皇帝噤了声。他将周汝辰的胳膊抱得更紧了。我转过身去，掀起车窗的帘子，让晚风吹进来。我总觉得闷得慌。周汝辰侧目看我，他将手搭在我肩上，用手指轻轻拍着。我深呼吸了好久，才放下帘子，赶去问周汝辰：“他怎么说？”周汝辰稍作措辞，简短地说道：“阿鸾，他要离开京城了，大约是再也不会回来了。”我轻应了声好。此后一路上再也没说话。等回到宫中，我和周汝辰进了寝殿，我才泄了全部力气，脚步虚浮，径直倒在了床上。周汝辰站在床边，叹了口气：“陈双是谢怀季的女儿，你为何要瞒着她？”我闭了闭眼，脸颊一片冰凉，声音也更加艰难：“你也听到了，他知道的话，他不肯放手的。”周汝辰坐了下来：“阿鸾，那又如何？那又如何？谢怀季如山间明月，冰清玉洁，心似至纯至真。
他的爱也是如此，宁肯在天童寺苦守15年，他也不肯原谅我和萧迟。我看向周汝辰，他若是知道我和萧迟早在和他之前就有了首尾，只怕又要耗去数十年的光景了。先帝第一次召我侍寝，嫌那烛火晃眼，便让各处熄了灯火。夜里伸手不见五指，我等了很久，直到有人触碰到我，我用手勾住身上那人。过了几夜，我便发觉出来，这不是先帝，不是50岁的人。我在那人脖子上咬下牙印，白天便在小王爷萧迟身上见到了印记，原来是他。这是先帝的安排，直到我有了身孕，生下皇子，也再不用侍寝了。萧迟装作不认识我。在那以后，我成了无所事事的小皇后，在千佛殿遇到了谢怀祭。周汝辰微微叹气，凝视着我，但我看到阿鸾很喜欢他。那年的裴鸾从贵妃成了妖后，但也才17岁。谢怀祭说要娶我的时候，我真希望我是个小侍女。那你等我再过几年，皇后娘娘放我出宫，我就能嫁给你了。谢怀祭抬眸看我，他倏地笑了，笑起来好看极了。他说，可我听说过皇后，她会放你吗？他听说过我。我怔住了，我的名声可太差了，尤其是我和皇帝还有萧迟的事情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我是皇帝的皇后，却和萧迟有个儿子。我的脸红得发烫，只能落荒而逃。我那时候每天夜里睡不着，就望着月亮，在心里准备措辞。或许可以告诉谢怀祭，我的情况很复杂，但那都不是我自愿的。我和你私奔好不好？但是谢怀祭看见我了，看见我和先帝同时出现，那一瞬间，不只是讲经声停了，我的心也几乎停滞了。我准备的话术一句没用上，我再没见到谢怀祭。我蹲在千佛殿的地上，重复喃喃道：“只是皇后，就把你吓跑了啊？我的情况还很复杂呢。”周汝辰用手拭去我的眼泪，那你和我说，只要是你的事情，我都会照单全收。我靠在周汝辰怀里，那我和你说吧。后来我发现我怀孕了，我不敢叫太医，我天天还要守在先帝的病榻前，每天出现在我眼前的只有萧迟。萧迟在找谢怀祭，但他都找不到，我更不可能了。我等不了，我只能想办法。我和周汝辰说，其实我一开始是见到萧迟就别扭，但在最绝望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还好有萧迟。萧迟不算是好人，但他也不是坏人。先帝子嗣艰难，让萧迟代为临幸，日后让萧迟扶持江山也更为可靠。萧迟觉得古怪极了，僵持了几年都不太情愿。而且先帝的嫔妃都年纪很大了，先帝也犯难，于是就说，那重新为你那个吧。那个不知道算倒霉还是幸运的小姑娘，就是我，裴鸾。15岁那年，我还在和周汝辰放纸鸢。我不知道在层层朱墙红瓦之内，我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。周汝辰少有才名，纸鸢也扎得精致。他说，我要是以后嫁给他，给我扎个凤凰的。我问他，凤凰是什么样子？周汝辰说，你呀，你的名字就是凤凰的一种。一语成谶。周汝辰花了15年，走到了我身边。他闯进我的宫中，问我愿不愿意看他一眼。我开玩笑地说，可是周大人，我的情况比你想的要复杂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